他就把水溅得我脸上都是。感觉也是送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天气超级好，我要去剪一个头发，因为我现在头发超长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这种就是比较高层次的这种头发，然后找了几个 reference 让我们看一下效果。这次还是去找 Henry 之前的那个理发师，因为他剪得很好，就每次 Henry 都是剪得跟图片一模一样。让我看看，我第一次来这个理发店，今天我一个人，因为 Henry 在家剪我们的 vlog。我剪完头了，就是这种很高层次的一个发型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然后前面就是有稍微剪短一点。我打算现在去买一个蛋糕，然后就回家了。这个是我刚才剪头的店，叫 Odo， 他剪的超级好。Henry 发现的宝藏理发师叫 Michael， 他刚刚跟我说他有看我们的 YouTube。我之前在意大利有个超级离谱的剪头经历，给我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我洗头的时候，他就把水溅得我脸上都是，我就说可不可以不要把水溅到我的脸和耳朵上？他说哦，是不想要溅到脸和耳朵上吗？我心想你自己听听你在问什么问题啊？然后真的就给我留下心理阴影。但是这个日本理发师他剪得超级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。今天又穿了 Kate 这条阔腿牛仔裤，因为现在超级热，然后穿了一个衬衫和一个背心，这样子去买个我们俩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。天气超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周末，所以我们俩出来逛一逛。然后我头都卡掉，身高差的有点多。今天是大太阳，所以还蛮舒服的。我感觉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周末出来了。我们自从从托斯卡纳回来以后，然后周末就待在家里。今天呢，就是终于出门了，想说带大家跟我们一起在米兰过一个周末。最近不是换季嘛，把衣柜换成夏天的衣柜，正好呢，大家都在问我说怎么保养贵价衣物，所以我一会儿就是回家跟大家聊一聊。而且刚才我们俩还在说这个话题 ，Henry 他看到他那个靴子上有一个点，因为当时设计周的时候，我们跟 Peter 一起去喝酒，然后 Peter 说话一激动就把酒洒在他鞋上。其实那些时尚单品的完不完美根本就不是重点，就重点是你这个东西它能让你有一点点回忆。就比如说你看到你鞋上这个点，就能想到25年设计周我们跟 Peter 一起喝酒。你快给 Peter 比个心。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回忆。所以我们俩刚才在说，其实就是衣服保养当然是一方面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也不用追求他们太完美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了给你制造回忆，制造情绪价值。其实就算是它有一些小瑕疵，但你就是这些小瑕疵都是一些回忆。然后我这个包，我刚刚看到，就是之前 Henry 去北京找我的时候，我们俩一起去一个店，那个店的墙就非常的粗，然后我的包就蹭到那个墙上，蹭掉皮了一小块。在哪？在这儿。对。但是就无所谓，它能让你想起来，要不然你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件，放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，就只有你就是人为的去创造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它才是有意义的。然后就大家听完之后，大家开始去刻意的破坏。那不可能啊。就只是说东西就是用来用的，然后你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留下回忆，它才是有情绪价值的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很期待。刚才我们去了宝格丽在米兰新开的店，超级美，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。进店就是2幅画，一幅是米兰的地图，一幅是罗马的地图，然后互相呼应着，因为宝格丽是罗马的品牌嘛。然后它还放了一个米洛斯的断臂维纳斯。店里整个装潢都非常非常有宝格丽的风格，就是有一种古典和现代融合的感觉。新开这家宝格丽一共有3层，然后2楼就是全部展示高珠，一进来 VIP 室放的是 Monica Betti 的照片，然后戴的那个大串祖母绿的项链超级美。旁边呢就放了这个项链的原始的设计手稿，还有很多的高珠项链，像 Tubogas 元素的这种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豪华的祖母绿项链，比如说这个半月形的项链，然后有一个超大的哥伦比亚祖母绿。这个 Tubogas 项链是这一次新开店的米兰限定，只有1条，然后刚才说的这条项链都是 one of one。 高珠区域呢还挂了几幅 Luca Pignatelli 的画，比如说这一幅叫 Desta Femminile， 它是用牛仔布铺在上面做成的一个古典雕塑的头像，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古典和现代融合的感觉，也是宝格丽常用的一个设计手法。所有的
玻璃吊灯都是穆拉诺玻璃。到了3层，从上面往下看，它楼梯是这样旋转型的，然后它灵感来源就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那个楼梯的形状。然后3层现在的展览空间展出的是 Tuboga 系列，因为它是40年代的设计嘛，所以它就展出了从4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手环啊、手表的设计，超级美。之前我在开箱宝格丽那期有跟大家说过，就是 Tuboga 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系列，一度停产，现在又重出江湖了。现在新的设计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种草，而且它的展品就是40年代的那个手镯，它真的还跟新的一样，就保存的状态非常的完好，我很震惊。听说他们3层的展览空间就是会定时换不同的主题，非常期待之后还会展出什么新的珠宝。也非常感谢 Enrico 带我们参观新的宝格丽店，大家如果去米兰宝格丽可以找他。然后我大种草了一个东西，如果我买了我再跟大家分享。你今天逛的还有什么感想？我想说的就是得努力赚钱。今天去宝格丽，然后他送了 Tora 这个母亲节的花，虽然感觉也是送错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在安东尼亚逛嘛，就发现 The Row 有一件我喜欢的那种欧根纱的透视的白衬衫，然后我跟Harry说，果然我喜欢的 The Row 都有。我们俩还去了徕卡，因为我们很种草 Q3 嘛，然后就是有点想买那台相机。徕卡它有可以去借相机去外面拍1个小时，就试拍，可以带自己记忆卡就可以看那个效果怎么样。因为我们就在看 Q328跟 Q343，就这2台。对，所以我们想试一下。然后我们还看到了 M11的100周年限量版，真的太好看了，但预算爆炸。今天的逛街行程结束，我们准备回家去趟超市。好了，大家，我们到家了。顺便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是怎么保养这些贵价衣物的，因为真的收到了非常多的询问。然后我们的保养方法呢，其实不用费太多的努力，然后就能把它们不是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呢，就能让衣物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。今天呢，就来分享一下这种不费力的保养衣物的方法。我们就分类来说一下，因为现在也是那个衣橱换季的时候嘛，我们就是把冬天的衣服都准备收起来了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收拾这些冬天的衣服的。首先呢，像大衣的话，我们全部都会把它放到防尘袋里。助理，请你帮我去拿一下。比如说这种比较长的大衣，都会用防尘袋把它包起来。然后如果没有附这种防尘袋的话，我就会去超市买那种装大衣的防尘袋，就是塑料的那种，把它包完之后会把那个底架折起来，稍微把它封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有灰尘跑进去。然后我们收之前呢，就是像这些大衣都会送干洗。比如说这件白色大衣，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耐脏，我就是每一季去干洗1次就好了，也不用说经常洗这样子。有的时候干洗店也会附一个那种防尘袋，对，就塑料那种。如果说没有这种布的防尘袋，其实放在那儿也是能保存的很好。除了放防尘袋之外，用这个沾棉絮的东西稍微就是滚一下大衣，有时候去外面会沾灰尘啊，或者一些小的棉絮，所以就是这个还蛮方便的。这种小工具其实也是蛮实用的。然后呢，像 Henry 的皮衣，它也都是会放在那个防尘袋里面保存起来。然后皮衣的话，我就怕衣服会变形，所以我一定都会放比较宽的衣架。最好就是每次买衣服就是多问一句，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衣架，每次都会问，对，这样你用品牌的衣架，我觉得是最放心的。对，大部分他们都会直接给，但如果没有给的话，可以问一下。冬天的大衣啊、皮衣类最好就是可以挂起来放在防尘袋里保存，总的来说保存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平时穿完呢也是尽量都挂起来。大衣啊或者皮衣、西装这种就尽量不要去折，尽量就直接有衣架就挂衣架这样。像毛衣类，最近米兰还没有那么热了，但是我可能最近就会把它们收起来，我会统一的，比如说给它们除一下毛，用除毛器把这个毛刮掉。比如说我这件 The Row 这个外套，其实它的毛就已经蛮多的了。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接受一个事实，就只要是羊绒毛衣，它都会起球，就是只是多少的问题，或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所以其实这个并不能成为毛衣的一个缺点，就是大家只要定时把它们护理好就好了。我的经验就是，我觉得织的比较密的毛衣确实没有那么容易起球。对啊，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在罗皮亚纳那个视频里面有说过，就是它的骨线嘛，就它如果有更多骨的话，它就比较紧，它就比较不容易会起球。
然后再加上羊绒毛衣呢，我是会这样换着穿，就不会连续比如穿1周，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起球变形。然后你只要换着穿，平时把它们叠好，放在柜子里就好了。季末呢，我可能就会统一给他们除一下球，或者其实平时如果你注意到它起球了，就直接用除毛器除一下就好了，也是比较简单的。我觉得我也没有费太多的心力在保养这些毛衣。实在不放心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把毛衣，比如说几件一起放在一个防尘袋里，把它统一放在柜子里，那样可能就会有比较防灰的效果。之前鞋子合集的时候，大家说就是感觉我的鞋保养的很好。其实我感觉我穿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小心，因为我觉得东西就是用来用的嘛，就不用说过于小心，导致影响你的穿着体验。只不过存放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点，比如说我冬天现在过季的鞋子，我全部都是把它放在防尘袋里，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存灰。鞋子里面我也是尽量都会给它塞好，比如说这个是靴子，那我肯定会把靴筒塞好，就避免它变形，这样可以延长这些东西的使用寿命。如果不是靴子的鞋，我也会在里面塞一个东西，这样保持那个鞋子的鞋型。我自己的鞋子也是买的时候就附了这种纸，就会把它塞在里面，让它保持这个形。鞋子还有一个就是，比如说你穿回来，你稍微清一下，就是擦一下它的浮灰什么的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觉得出去穿的时候不用说一直注意说啊会不会磕碰啊什么，这个倒没关系。只是回家的保养稍微多一个步骤，但其实就是5秒钟就可以解决的一个小习惯。对，还有就比如说像很多我们的鞋是那个皮底或者木底，然后就可能会觉得一点点水都不能沾，其实倒是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有碰到下雨天回来，就是你及时清理一下，其实它们也不会那么脆弱，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脆弱。像衣服呀鞋它都是用来穿的，它不会说穿一次就坏掉这样子。哦，但是像这种木头底，如果在外面湿了，回到家我不会直接把它放进鞋柜，我会先放在外面让它干，然后干了之后我再把它放进鞋柜。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浅色的衣服到底要怎么去保养。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多白色的衣服，像 The Row 的这一条连衣裙，我其实在托斯卡纳的时候，因为我穿着穿着，然后突然开始下雨，它裙摆比较长嘛，后面会稍微有点拖地，然后它就沾湿了整个那一圈水渍。对 Harry 就直接已经开始焦虑了，然后我就说别担心，让我看一下水洗标，然后我看水洗标它可以干洗或者是冷水手洗，反正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焦虑，肯定是可以解决的。我就冷水手洗，用洗衣皂这样洗，结果底下这一圈呢，它就真的就洗干净了，没有留下痕迹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衣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，根据它的水洗标的指示去做嘛。还有我有一些夏天就是那种纯100%丝绸的裙子，比如像 Kate 的那一条，我看它水洗标是说只能干洗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放心，这个手洗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我就说行，那如果洗坏了你赔我一条。结果就是真的就是它也没有说缩水啊，没有洗坏什么的。但是不能用热水，一定要冷水。对，冷水手洗，其实即使说水洗标是只能干洗，你手洗应该也没有问题。而且你不要大力去搓，不要去扯到那个布，就轻轻的洗一下就好了。我之前是会严格的按照水洗标执行，但自从我妈就给我洗了那条那个 Kate 的裙子之后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严格。因为你夏天穿裙子，你出去玩什么肯定会出汗嘛，那你就不可能说一直去干洗。偶尔这样你用冷水手洗一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但洗坏不要找我们。但洗坏了我是不会赔一条给你。只有我们自己是这样子。除了这之外呢，因为他喝咖啡啊或什么很常会溅到就是自己的衣服，所以我们包里都会放这个去污笔。对，去污笔可以包里常备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牌子推荐，大家就看超市里的。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啊，都还蛮好用的。我们还有说到的问题就是柜架的裤子应该怎么处理。这个是羊毛西裤，洗的方法我就是照水洗标洗。一般挂呢，它前面就会有褶嘛，这样对折，然后把它拉平。这样，然后把它挂起来。牛仔裤我是一直都机洗，它水洗标写是 dry clean only 啦，但是我机洗它没有任何缩水或者是这个钉会掉的问题。对，就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，但如果你真的不放心，你就去干洗，就是严格的按照水洗标执行。我自己牛仔裤我也都是机洗，但是伊莎贝尔马上在巴黎买那条洗完之后稍微有一点点缩，但是因为我本来买就比较大件，所以就其实也还好，刚好，因为它也不是说真的缩了很多这样。以上这些就是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柜架衣物，但是我想说一点，就是米兰天气其实稍微比较干燥，所以保存衣物啊或鞋子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你是住在比较潮湿一点的地方，我觉得保养的难度会稍微难一点点。确实，我一直觉得保养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就住在米兰、北京这种干的地方。
但因为像台湾就比较潮湿，所以假如说像球鞋或衣服，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处理一点，尤其是像梅雨季节的时候。我现在米兰就觉得衣服相对来说比较好保养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毫不费力的衣物保养小习惯吧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有点参考价值。然后喜欢不要来找我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出来逛了。今天也是一个好天气呢。来给大家做一下今天的 feed check。今天天气好，所以穿这件克罗心的薄长袖，配伊莎贝尔马汉这个牛仔裤，跟我的最爱的穆勒鞋，就是这双爱马仕的 Gomio。背了 Tora 的包，我在帮他背了，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这个香奈儿的方胖子，就这样。很简单哦，然后我的墨镜是 YSL， 这支墨镜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很轻。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。今天呢，就是我外面套了这件 Peter Do 的衬衫，裤子是 Kate 的这一条 Abigail 牛仔裤。上一期 Kate 合集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，里面穿的这个吊带就是 Moussier 的这一件吊带。因为觉得这前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单调，所以我就配了一个金项链和一个这个墨镜链在前面，我觉得就会稍微丰富一点。然后我有跟大家说，我今年很想找一条这种金的长项链，我觉得金色的话应该会更 pop up 一点，但我暂时没有金的长项链。今天鞋子穿的就是 The Row 的这一双曼玉皮乐福鞋，它真的非常舒服百搭，真的超级推荐。我看有人说就是穿着会脚疼压脚背什么，其实我刚开始也有一点，是可能脚背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自己就是穿久了把那个松紧带穿松了以后，我觉得这个鞋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墨镜的还是 Jacqueline March 的这一个，这次的 fit check 是在一个小学门口，这上面是一个小学，这个小学很 fancy， 它在那个精品购物街里面。今天我们在梦得附近的街道超级安静，还是说因为大家都在过母亲节，大家都在店里面买东西。确实。刚刚我买到了一条 The Row 的裙子，嘿嘿，下一集或者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夏天会一直穿的那种裙子。